夫人，老爷，吉祭大典马上开始了。知道了。穆小姐真是出落的倾国倾城，何止啊！这气度，不愧是穆家嫡女，和池世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哪怕婉婉出身贫寒，也是我的此生挚爱。穆青离，你莫要纠缠，坏了自己名声。娘知道你不好受，可这风言风语实在伤人。现如今，唯有离开京城了。小姐，听说2年前池公子不顾武安侯反对，已经和叶婉婉成婚了。在我的接风宴上，那个宁愿和家族决裂，也要迎娶叶婉婉的池景年，对着叶婉婉却只剩厌恶。谁让你出来丢人现眼的？还不赶紧回府去！这盆挪到主座旁边，青离最喜欢幽兰。还有，官宴要用雪梨文火慢炖，他在那偏远地方待了3年，肯定受苦了。郡主，您这都准备3天了，这接风宴办得比过年还隆重。隆重？3年前池景年当众退婚，全京城都在踩青离的脸，只有本郡主知道他受了多少委屈。如今他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不给他撑腰，谁给他撑腰？大小姐，到家门口了，可要停下给老爷夫人请安？不停。落雪郡主早几天就写信说要为我接风，他那性格若见不到我，怕是要拆了我的马车，直接去郡主府。是。你这狠心的，在洛阳一待就是3年，总算是舍得回来了。让我看看，在那偏远的洛阳，是不是受苦了？瞧着脸蛋儿，倒是比走的时候还要清简些。落雪，你还是这般风风火火的性子。洛阳外祖家对我极好，清静自由，何来受苦之说？青离，有些话我不得不提醒你。武安侯到底是只有池景年一个儿子，那可是他膝下的独苗。哪怕他当年行事太过荒唐，闹得那样满城风雨，如今武安侯还是原谅了他。他现在又是那风光节约的世子爷了。你心里是否还记着？落雪，你多虑了，我已经不在意了。3年的时间，足够放下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了。何况这次回京，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亲事，而非为了救人。你能这样想，我就放心了。走，外面接风宴都备好了，今儿个咱们只管高兴。瞧，那就是穆家那位，躲在洛阳3年，总算是敢露面了。当初被退婚闹得那样难看，我要是他，早就在洛阳随便嫁个人了，还回来做什么？今日是青离归京的好日子，各位姐妹能赏脸前来，本郡主在此谢过。大家只管吃喝，不必拘礼。好啊，穆小姐出落得越发标致了，这洛阳的水土果然养人啊！谬赞了，各位夫人小姐也是一如往昔，风采不减。武安侯世子池景年到。他来干什么？这婚我不结了，穆青离，我要退婚。
池世子，今日是青林的吉吉礼，人多口杂。婚事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若要退婚，应由父母做主才是。姐姐何必羞辱我这无父无母之人？左不过是姐姐不想放过我们，拿出父母搪塞罢了。穆青离，收起你虚伪的嘴脸！你明知我父亲不会同意，才故意这么说的吧？野狗打一棒子都知道跑，穆青离，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？非要我把话说得明白。你不要以为自己身份高贵，就端得一副做派，还大家闺秀呢。这痴缠做作的样子，倒是像极了青楼妓子。孽障！穆家与我池家是几世的交情，青离更是你指腹为婚的未婚妻，你竟敢在他的吉吉礼上说出那种畜生不如的话！好呀，哪怕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娶那个心机深沉、虚伪做当的女人。明明该恨的人是我，他这副模样，倒像是我对不起他。是婉婉错了，婉婉愿意离开年公子，求穆小姐大人大量，开恩放过年公子吧，我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碍眼了。他还真是总能在恰到好处的时刻，用最柔弱的姿态将我推入深渊。小心！别杀我，我只是想卖掉这些花换点药。别怕，没事了。你伤到哪儿了？去看看那位姑娘伤得重不重，请个郎中来。穆青离，你没看到她都吓坏了吗？你的马车走得这么快，若是撞死了人，你担得起吗？池景年是他自己冲出来的，而且我已经……不关那位姐姐的事，是我自己命贱，冲撞了贵人的车轿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婉婉没事的。你看看他，都这种时候了还在为你脱罪，你竟然连一句关心都没有。穆青离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？侯爷，青莲自知高攀不起武安侯府，今日之事已成定局，青莲愿成全世子，另寻沧海，从此婚约取消，两家再无瓜葛。池景年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别跟我提以前，以前是我没见过世面，才觉得你这种木头美人好。我警告你，既然退婚了，就离婉婉远点儿。若是你以后敢私下为难她、欺辱她，我池景年定与你不死不休！不死不休，不死不休。原来你我现在是这种情分。哎，你们说，那穆家大小姐能撑多久？我赌半个月，她准得放下那张贵女脸皮，哭着喊着去侯府门口求回婚约。离儿，你这样是要剜了娘的心啊！
名声毁了，咱们不争这一时的气。丽儿，去洛阳外祖家吧。那时的我以为，只要离开，心就不会疼了。可这名声的累赘，到底还是跟着我走了3年。10几年，我这接风宴可没给他武安侯府发过帖子，他倒是好大的脸面，不请自来。郡主见谅，景年不请自来，唐突了。青离，回来怎的也不说一声，我也好去城郊接你。石景年不会不知道，被退了婚的女子，哪怕错不在她，也会遭受世人的非议和嘲讽。如今，他又装出这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模样，是想将我置于何地？我知道你还在怪我，当初是我太年轻，行事鲁莽，在那种场合，确实是伤害了你。青离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天哪，那是御赐的东珠！是啊，去年武安侯平定南疆乱匪，圣上特意赏赐的。这对东珠我一直为你留着。青离，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都过去3年了，常言道，一笑泯恩仇。穆小姐就大度一点，原谅咱们世子爷吧。世子爷这诚意可是给足了，您向来温婉贤达，怎会是那种斤斤计较之人？武安侯世子这可是把御赐的宝贝都拿出来了，多虑了，多虑了。被人退婚的破鞋，看谁还敢要？送给老子都不要！我赌100两，穆青离3天内必去武安侯府门口痛哭流涕，跪求复合。当初是他们讥讽我被人退婚，现在他们竟然有脸劝我大度，有劳世子挂怀了。倒是回京这2日，听闻世子与叶婉婉姑娘成婚已有2载，当真是得偿所愿。京中上下谁不称赞世子情深？这东珠如此贵重，还请世子收回去。若是世子愿意，全当我借花献佛，将这对珠子送给世子妃做贺礼，补上当年的那份缺憾。世子觉得如何？那叶婉婉不是他心尖尖上的姑娘吗？怎么如今问及，却是这般不愿提起的样子？行了，杵在门口像什么样子？去，给世子爷加个座。是。世子爷，请随奴婢往这边入座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青离，你这3年一直待在洛阳，快跟我们说说，那洛阳城当真如传闻中那般好玩？是啊，我听闻南边的人家都生性风雅，可有什么新鲜趣事？洛阳啊，虽比不得咱们京城这般富丽堂皇、规矩森严，但那里却多了些自由和烟火气。最让人流连忘怀的是洛阳夜里没有宵禁，每逢年节，东市和西市的灯火能通明一整晚，街边杂耍的、卖糖文的、吟诗作对的，当真是热闹非凡。天哪，竟然没有宵禁，那岂不是可以彻夜游玩？正是，我和表姐常在夜里泛舟湖上，听那两岸的吴侬软语，看那万家灯火，不知有多自在。果然还是南边的风水最养人。青离，你如今瞧着可比以前更明媚活泼了。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总是端着大家闺秀的架子，整日循规蹈矩的，闷得像个木头。那时候当真是让人见了就忍不住想欺负你一下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踏青，你的纸鸢断了线，偏偏落在我家后院的古树上。明明那高度你只要掂起头伸手就能勾到，你却偏不，非要哭着跑来寻我，拉着我的衣角，非要我上去给你摘。世子爷莫不是记性出了差错？一些陈年旧事我倒是不太记得了。世子若是当真这般喜欢放纸鸢，大可以回府去和世子夫人一起，
你二人去郊外多放几个纸鸢，也好在漫天风光下述诉你们那感天动地的衷肠。说起来，我倒是有些纳闷了，世子今日来赴宴，怎么没带上尊贵无比的世子夫人呢？落雪，我这3年不在京中，消息闭塞得很。咱们这位武安侯世子夫人如今是何模样了？3年前他就引得世子爷不顾一切，想必如今应是更加美艳动人、高雅大方了才对吧？美艳？那可真是太美艳了！青离，你是不知道，咱们这位世子夫人啊，每次出来赴宴，那架势活像是要把整个武安侯府后房里所有的金银珠宝、翡翠马齿全都一股脑的披在自己身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侯门妇。那满头的金钗晃得人眼睛都快瞎了，活脱脱一个移动的博骨架，当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！可不是嘛，上次在长公主府的百花宴上，她那装扮，当真是把人都给震傻了。他向来不喜这般喧闹的场合，如今他正珍贵紧紧的在侯府里由嬷嬷教导着学些刺绣女活呢。说起刺绣，庆离，你可还记得当年你亲手送我的那个荷包？池景年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当初你我之间的那份情谊，一针一线，我至今可都还清清楚楚的记得。这可是女子私相授受的最私密货度啊！当初穆大小姐被退了婚，如今刚一回京，池世子就当众提起当年的私密情事。莫非这2位私底下其实早就……池景年，你这个无耻小人，你当真是想要毁了我才甘心吗？青离，你别听他在胡说，当年的事儿大伙心里都清楚，他这是眼看自己在叶氏那儿丢了脸，想拉着你下水，好坐实了你对他念念不忘的狐媚名声。好，青离，你就亲手给我绣个荷包吧，我保证日日带在身上，绝不离身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他今日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不惜败坏自己名声，也要和我扯上关系，究竟是什么目的？武安侯世子是不是记错了？能为你绣荷包的只有你的世子夫人。世子今日这般做派，不会是看我太师府好欺负，这才3番4次当众找我的不痛快，败坏我的名声。我没有，青离，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啊，青离，这个你还认得吗？我一直随身带着，我一日都不曾离身。这上面的竹子是你一针一线缝出来的，你说过的，你盼我节节高升，百折不挠，你都忘了吗？青离，这次你回了京城，就不走了吧？我们那么多年的情分，其实……世子此言差矣。虽然我从小便在母亲的教导下，粗浅的习得了一些针线刺绣，但在世子手中这等旷世佳作面前，青离自知愚钝，甘拜下风。甘拜下风，说得好。本郡主长这么大，确实也是第一次见到这般惊世骇俗的绣工。世子妃这绣工确实是有想法。哎呀，我说大伙儿也别笑了，咱们武安侯世子的眼光，那向来是跟寻常凡夫俗子不一样的。就说这荷包吧，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绣得出来的。难怪池世子2年来对世子妃一往情深，连出来赴宴都随身带着。原来池世子就好这一口独特的喜好。郡主所言极是，先前人人都说池世子爱世子妃如命，在下先前还不信，如今亲眼瞧见这荷包，看来传言当真不虚啊。不是这个，我一直系在腰间的，分明是青离你送我的那只，怎么会是这个？青离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中间定是有什么误会。禀郡主，武安侯世子夫人到。落雪，你瞧瞧，我当时皇家寺院里哪尊开了光的金佛突然跑了出来，这是把整个后房家当都顶在脑盆上，可不是吗？青离他每次出来赴宴，都恨不得将金银财宝全挂在身上招摇。3年不见，叶婉婉的变化
当真是太大了，大到险些让我认不出来。哟，小丫头，你这花怎么卖啊？瞧这脸蛋儿，虽然黑了点儿，眼睛倒是不小。来，给小爷哥几个唱支小曲，唱得好，小爷今儿个就把你这篮子破花全包了。哈哈哈哈！公子，婉婉只是来卖花的，不会唱曲儿，求公子放过婉婉吧。装什么清高？一个臭卖花的，让你唱是看得起你。够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诸位好歹也是高门子弟，聚在这里合伙欺负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采花女，传出去也不怕丢脸。呵呵，既然穆大小姐发话了，咱们哥几个走就是了，真扫兴。银子你拿着，回家去吧，以后莫要一个人来这种地方卖花了。多谢世子爷开恩救了婉婉，世子爷的恩情，婉婉这辈子都当牛做马报答你。行了，一个采花女罢了。青离，我们回仓里去，风大，别被这等粗鄙人过了病气。小姐，您瞧，那采花女自从上次在运河被救了之后，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世子爷的身份。这半个月来，她天天在世子爷出门必经的地方蹲守。只要世子爷一露面，他必定手捧鲜花迎上去，当真是魔怔了。不过是些怀春少女不切实际的憧憬罢了，等过几天新鲜劲儿过去，他自己自然就散了。小姐您就是太善良了，可奴婢总觉得他那眼神黏糊糊的，让人不舒服。太医，传太医回府。瞧瞧，这走起路来叮当乱响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庙里的铜人走动了呢。到底是采花女，骤然成了世子夫人，便恨不得把能穿能戴的家畜全套在身上。她莫非不知道咱们世家圈子里最忌讳这般俗气的装扮吗？青离，你是不知晓，上次在贵妃娘娘的生辰宴上，她也是这般插金戴银的跑去丢人现眼，当众闹了天大的笑话。这次竟然比那次还要多出几倍来。不用想，她定然是听说你今日回京，专门穿戴成这副模样，跑来你面前显摆，好压你一头的。给郡主请安了。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咱们好久不见了呢。改日啊，姐姐若是有空，可一定要到我武安侯府去坐坐，咱们姐妹也好叙叙旧。我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竟然平白无故的多出了一个妹妹来，这一声姐姐实在是承受不起。再者说，武安侯府向来也是规矩森严的高门大户，怎么侯府里专门教导心腹规矩的白嬷嬷，近来是不是有些偷懒懈怠了？怎么会让堂堂的世子夫人装扮成这副模样就出来赴宴丢人现眼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武安侯府挪空了公库呢。笑死人了，挪空了公库顶在脑袋上，穆大小姐这嘴可当真是毒辣。当年世子爷喜爱婉婉，为了娶婉婉入门，不惜与侯爷决裂，这才在你的吉吉礼上退了婚，让你在全京城面前丢尽了面子。啊！疼，好疼！世子爷，你来做什么？谁准你跑出来的？我不是让你老老实实待在侯府里关禁闭吗？我只是，世子爷，放手，求您放手，好疼啊！住手！池世子今日无论是想在这儿耍你那侯门世子的威风，还是急着要在这儿管教你那尊贵的夫人，都请你们立刻离开郡主府，回你们的武安侯府里去。滚回去！我原来的那个荷包呢？我问你，我以前那个绣着竹子的荷包呢？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？我已经在很努力练习刺绣了，那个荷包旧了，我看它都磨损的不成样子了。
这个荷包虽然绣的一般，但那是我的心意。你若是不喜欢，过2日我再学一学，给你绣个更好看的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我以前的那个荷包呢？那个真的太旧了，我想着你有了新的，留着它也没用，我就烧掉了。我的梨儿，你受苦了呀！快让娘看看。娘，女儿不苦。爹，您方才躲着女儿抹眼泪是不是？老夫那是被风迷了眼。在洛阳这3年，女儿最怕的就是二老为了以前的事伤了心，损了身子。如今瞧见爹娘康健，女儿便放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梨儿，娘问你，你这心里可还念着武安侯府那小子？母亲，您何出此言？您忘了3年前在那集锦礼上他怎么对我的吗？女儿的心再宽，也容不得他那般作践。既然你放下了，娘便告诉你，当年你们退婚后，武安侯那脾气你是知道的。敢娶那个采花女，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武安侯府的大门，他叶婉婉这辈子休想踏进来一步。从那之后，侯爷就去边关了。听说侯爷在冲锋时中了伏击，身受重伤，被抬回京城的时候，人都没气儿了，全靠老身吊着。可那时的池景年像是被叶婉婉勾了魂似的，不仅没低头，竟然还从侯府搬了出去。何止啊！他甚至对着老侯爷发誓，说若是这辈子娶不到叶婉婉，他就再也不回侯府。父子俩闹得极僵，京城里人人都在传，说武安侯府要绝后了。回京后，父子俩在那病榻前长谈了一整夜，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，只知道第2天老侯爷松了口，最后武安侯允许叶婉婉进门了。难怪今日在宴席上。是啊，可娘瞧着这侯府的日子，怕是也没他们想的那么美。你是不知道，那池景年本以为自己娶了真爱，可谁成想，那大婚当日，武安侯府闹出了一个能让全上京笑上10年的笑话。能让母亲这般，看来那场面定是十分精彩。哎呦喂，这大宅子可真气派呀！大家都来瞧瞧，我那妹子攀了高枝儿，可不能忘了咱这亲哥亲嫂啊！池景年，你别跟俺套近乎，俺妹子嫁给你可是受了委屈的。没天理了，还没拜堂呢，这聘礼就给这么点儿，是瞧不起咱们叶家没人吗？我给婉婉的聘礼已经是京城少见的丰厚，甚至我连我母亲当年的翡翠镯子都送给她了。你们还要怎样？一个破镯子顶个球用，俺们要现银，要宅子。老夫已经允诺，只要拜了堂，不仅之前的东西全数奉上，再额外送叶家一套3进的宅子，外加1000两白银，这总够了吧？拜了堂再说。呸！万一你们翻脸不认账，把俺们轰出去，俺们上哪儿说理去？不行，现在就得给，不给银子就死在这侯府大门口，持家欺负平民百姓了。鬼，简直是疯妇！我的儿啊，快传郎中！池景年，你给俺听好了，你娶了俺家婉婉，就是俺叶家的女婿。就是，按规矩，你得给俺公婆跪下磕头。天哪，这可是侯府，让世子爷跪拜这等市井白族的灵位，自作自受，谁让他非要娶这等门第？你们放肆！这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你们拿这些东西来撒野？杀人了，毁人祖宗灵位了，侯府欺负死人了！走，去衙门，告他们侯府草菅人命！池景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俺告诉你，你和俺家婉婉一样，也是个没娘养的。你个没娘养的野种，咋就比俺们高贵了？逆子，逆子啊！侯爷，叶大爷，您已经输了3000两了。老子是武安侯府的国舅爷，我有的是钱，给老子开！
别找我，去找池姐姐，去找世子爷要钱。借了老娘的印子钱还想赖，也不打听打听我妹夫是谁？这宽限几日吧，我一定把钱凑齐。那叶大姐借着侯府名声大肆放利，逼得多少人家流离失所。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远房亲戚，更是在外头四处赊账。账房年底一算，那些烂账竟然比侯府1年的开销还多了几倍。世子爷，这真的撑不住了！滚出去！婉婉，你兄嫂做了这些事，你可知情？世子，婉婉无能，婉婉出身微寒，说话没分量。兄嫂也是怕我受委屈，才想挣些体面。若婉婉能名正言顺地替世子打理这侯府，定不会让这些杂事扰了世子。这可是婆婆留下的遗物。白嬷嬷，你为何要偷我的钗子，还要在世子面前陷害我？世子夫人，老奴侍奉老夫人30年，何曾贪过半点外财？您现在这般，老奴只为老夫人寒心。世子，嬷嬷她竟然还敢顶撞我！够了，白嬷嬷，你仗着资历老，就敢欺负婉婉性子软吗？嬷嬷手脚不干净，掌嘴一板，以儆效尤。嬷嬷是侯府的老人了，何曾受过这等对待？之后她便彻底寒了心，离开了侯府。武安侯被气狠了，索性住进了军营。白嬷嬷这一走，有池景年撑腰，那叶婉婉如愿以偿，成了侯府里唯一的女主人。可她字都认不全几个，哪里懂得什么叫管家？宫里贵妃娘娘的那场生辰宴，这位世子夫人可算是把武安侯府这辈子的脸面都丢得一干二净了。这账目怎么对不上？你们是不是合伙糊弄我？奴婢不敢。夫人您是当家主母，您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奴婢们照办就是。夫人，下周便是贵妃娘娘的生辰宴，这是宫里送来的请柬，礼单需要您亲自过目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站住！你这小宫女是哪里的？今儿个可是贵妃娘娘的生辰，你一个下贱的丫头，竟然穿得这般狐媚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存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心思？你叫本宫什么？宫女？你又是哪来的丰富？武安侯世子、世子夫人献上。武安侯府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咒贵妃早死，还是要给朕的后宫办一场丧事？陛下息怒，都是这贱妇粗鄙无知，弄错了贺礼，臣绝无此意，求陛下开恩。哼，武安侯世子，你父亲在边关立下赫赫战功，朕当真是没想到你这位世子爷竟然娶了这么一位好妻子啊！臣妾谢陛下隆恩，陛下真是有眼光，一眼就瞧出臣妾是个勤俭持家、本分的好女子。哈哈，朕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。世子爷，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那个穆青离和那个公主打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这个毫无教养、粗俗无礼的市井泼妇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娶了你？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差点害死我们全家？粗鄙、无知、毫无教养！你给我滚，滚远点儿！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打从郡主府回来，您就一直这般闷着？不痛快。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一些陈年旧话。母亲，您可还记得3年前在我的吉衣离上，池景年是怎样撇清关系的吗？他说：“穆青离，你从小在锦衣玉食中长大，循规蹈矩，木讷又无趣。可婉婉不同，她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，哪怕生于困苦，也坚韧不拔。”呸！什么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？依奴婢看，她分明是茅坑里长出来的毒草，满身上下除了铜臭味，哪有一点坚韧不拔的样子？我的梨儿长大了，看着你如今这般无动于衷，娘这心里可算是彻底放下了。可不是嘛，如今的叶婉婉把侯府的清誉丢了个精光，当真可笑之极。当初视若珍宝，如今弃若敝屣，她的深情原来不过如此。梨儿，你这3年不在京城，有些事
你爹怕你听了烦心，一直不让我们写信告诉你。哦，还有什么事是女儿不知道的？半年前，那小子开始频繁地往咱们太师府跑，他还有脸来咱们府上？穆师伯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昔日糊涂，被朱由蒙了心，被那贱妇蒙骗，这才做出了那等大逆不道、伤害青离的蠢事。师伯，这3年来，侄儿每日每夜都活在悔恨之中。那叶婉婉把侯府闹得鸡犬不宁，侄儿与他早已恩断义绝。求师伯看在两家世交的份上，让侄儿见一见青离，侄儿愿意当面给他赔罪。他每次来，又是给你爹磕头道歉，又是跪地忏悔，看样子当真是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呸！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不仅如此，他还明里暗里的打听你在洛阳的消息，听他那话中的意思，竟然是打着想要休妻另娶，重新迎你上门的主意。重新迎我进门，他迟景年当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，把我当成想要就要、想扔就扔的物件吗？他竟是想用这些旧情来算计我，当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。母亲，您先莫要动怒，其实女儿这次回来是有一件顶要紧的事情要告诉您和爹爹的。外祖父在洛阳其实已经替女儿相中了一门亲事，并且已经替我定下了人家。定下了人家？你这死丫头，你定下了人家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快跟我去寻你爹。是哪家的人家？那公子你可见到了？醋窜怎样？人品怎样？你可满意？还有那人什么时候上京来咱们家下聘？夫人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老爷，还看什么书啊？出大事了！咱们离儿在洛阳被父亲大人定下亲事了。我还当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。岳丈大人眼光极高，能入他法眼的，定是百里挑一的贤才。周家出面定下的人家，定不会委屈了我们离儿。老爷，你倒是听听这丫头怎么说呀？到底是洛阳哪家名门？爹爹，是洛阳的福王李成昭。这怎么行？福王李成昭，哪怕他如今年岁与你相当，可这辈分……好，当真是个极好的婚当人选。离儿，你跟娘说实话，这位福王殿下你可见过了？你心里可还满意？女儿见过了，他待女儿极好，女儿心里是满意的。夫人，你糊涂啊！那李成娇虽然如今年岁与离儿相当，可他到底是先皇最小的儿子，他辈分这么大，以后……辈分大怎么了？辈分大才好呢。福王纯孝，云太妃在洛阳也是出了名的和善。离儿要是嫁过去，那便是名正言顺的福王妃。往后老身倒要看看那武安侯府的破落户，见了咱们离儿，是不是也得规规矩矩的跪地叩拜？快跟娘说说，你们究竟是怎么识得的？青离，你快瞧那边的花灯。你刚来洛阳，表姐瞧你整日闷在屋里，人都快闷出病来了。姑母交代了，非要我带你出来好好散心。今儿个在这庙会上，你可不许再拉着张脸了。表姐，我真的没事。这洛阳的庙会好玩的紧，我心里畅快多了。前面出什么事了？咱们还是绕着走吧。洛阳有些世家子弟，平时骄纵坏了。小子，你装什么清高？在咱们洛阳城这片地界上，瞧见哥几个不给让路，你当真是第一个？瞧他长得这般俊俏，莫不是哪个高门大户里养出来的见不得光的小面试吧？我警告你们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不要以为人多就可以随便在这里欺负他人。你这不知死活的泼妇，哪来的疯子，竟敢在洛阳当街打人？后来女儿才知道，那少年的真实身份，竟然就是福王李成昭。而且女儿当时当街扇了一巴掌的那个人，正是洛阳刺史家的嫡世子，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世家公子呢。
你这丫头，你当真是把咱们太师府的脸都丢到洛阳去了呀？才不是呢。外祖父后来说，洛阳的世家原本都觉得京城来的小姐定是木讷手足的，经此一遭，倒真没人敢小瞧了去。程昭，这洛阳城中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母妃档都替你相看了个遍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？难不成要打一辈子光棍，诚心气死母妃不成？母妃莫恼，儿臣心里已经看上了一人。哦，快说，是哪家的姑娘？是宇阳周氏的外孙女，太师府的穆清离。原来是她！那姑娘当街救你的事儿，母妃可都听说了，是个有胆识不矫情的，好眼光，母妃这就请媒人上门。那日在庙会上，多谢你救我。殿下言重了，当时我并不知您的身份，确实是莽撞了些。你那天打了他们，往后可就不能再这般打我了。殿下放心，如今知道您是福王，我便是有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对您动手呢。如何？那穆姑娘可给你准话了？母亲，定下来吧，秦离还对我满意的很，刚才还对我不住的点头呢。儿臣此生非他不娶。既然两情相悦，那这婚事便赶紧定下来，一刻也莫要耽搁了。外祖父也说，太妃喜欢女儿性情直爽，催着定亲，而他说此生非我不娶。为了证明，他已经在上京的路上了，说要先去宫里请皇上下赐婚圣旨。好，原本老夫还担心他身份尊贵会委屈了你，如今看他这般重视，也就彻底放心了。这便是缘分啊。那持家的小子到底要不要脸？便闸门缝都往咱们府里钻。哼，我都让人挡回去了，可腿长在他身上。爹娘，由他去吧，咱们越是当回事儿，他倒越觉得有机可乘。离儿，你是不知晓，如今京城已经有了些流言，说武安侯府要和咱们太师府重结连理。唉，算日子，福王也该到了。穆小姐，请，老夫人在内厅停临。夫人节哀，家中还有事，轻骑便先告辞了。青离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见我？世子爷，青离今日不过是来给林老夫人尽一份晚辈的孝心。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在这般大庭广众之下私见外男？还请世子让开，免得坏了你我两家的声名。外男？青离，你竟然唤我外男！你我从小指腹为婚，一起长大了那么多年，我怎么能是外男呢？你我有婚约在先，这全京城的人谁人不知？若非3年前我一时糊涂，我们如今早已是恩爱夫妻，你怎么能这般狠心的撇清关系？你我之间的婚约，早在3年前就已经解除得干干净净了。退婚的书信是两家当着京城各位长辈的面亲自封存的。世子该不会是贵人多忘事，把这桩旧事忘了吧？哼，当年世子为了那叶婉婉冲冠一怒为红颜，不惜当众退婚，宁可挨家法也要给他一个交代。咱们可是一桩人人称颂、广为流传的佳话呀！怎么如今世子成婚2载，倒在这里跟我一个外人扯上关系？青离，我真的后悔了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青梅竹马那么多年，难不成就因为我犯了一次错，你就当真要把我们之间的感情断得这般干净吗？青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当初是我不懂事，我那时候只是错把对叶婉婉一时的新鲜感当成了真爱啊。这3年你在洛阳也不曾许配人家，你一个太师府的千金，若是想嫁，门槛怕是早就被踩破了。难道你这般蹉跎青春，不就是因为心里始终忘不掉我吗？我会8抬大轿，10里红妆，重新把你迎进侯府的大门。至于叶婉婉，你不要担心，那个上不得台面的粗鄙妇人，我早就想要休弃她了。还有她自己，
他就是一个蠢笨如猪、毫无教养的跳梁小丑，除了给我丢人现眼，他还会什么？我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是莫大的折磨，只有你才配做我武安侯府的世子妃啊！那不是武安侯世子吗？怎么在这等场合这般失了体统的追着穆家丫头？谁知道呢？怕是旧情难忘吧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这还有完没完了？穆青离，你现在心里一定很痛快吧？你也在看我的笑话，对吗？世子夫人多虑了。别装了，你那眼神跟你那个郡主朋友一样，你们都瞧不起我。我是没有你的出身，没有你的才华，可这一切能怪我吗？我出生在那种家庭，若不争不抢，我早就烂在泥里了。我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，我有什么错？你笑什么？我是抢了你的未婚夫，可池景年是我这辈子唯一能攀上的捷径。你懂什么？你有疼爱你的父母，你有万贯家财可以挥霍，就算没有了池景年，你一样是太师府的大小姐，依旧高高在上，看都不看我们这些蝼蚁一眼。可我呢？我只有池景宁了，我费尽心思换来的位置还没坐稳你就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啊？你为什么回来抢我的夫君？他现在心心念念都是你，这都是因为你。说完了吗？如果你拦住我，只是为了向我抱怨这些你自以为是的委屈，或者是想让我感到抱歉，那么我就先走了。你以为我想拦着你，穆青离？你以为我愿意跪在你面前摇尾乞怜？他亲口跟我说，当年就是因为我才让你坏了名声，他如今后悔了，他要把这面子给你补回来，他逼着我必须找你道歉。他还说他会将我贬妻为妾，然后3媒6聘重新娶你为正妻，贬妻为妾再娶你进门。穆青离，你满意了吗？他当真这么说了？你竟然答应了这种荒唐的要求？穆青离，你这种大小姐懂什么？我不想离开侯府，我不想再回去过那每天醒来都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的日子了。我那兄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如果我被侯府赶出去，他们绝对会为了那点聘礼钱，转手就把我卖给村里的老寡妇。穆青离，我真的不争了，只要你能进府，别赶我走，就算我做妾也行。我求求你，你答应他吧。你也是真愚蠢，以为进了侯府的大门就算赢了。你明明有大好的机会，可你偏偏只顾着炫耀你那些不值钱的虚荣，吸干侯府的血。如今你丢掉了所有筹码，却还觉得是我的出现抢了你的一切。其实你们之间真正缺少的是一个孩子。武安侯府这偌大的家业，终究是需要一个继承人的。还有3日，程昭那孩子就要到京了，咱们太师府可不能丢了礼数。这京城上下都盯着。老爷放心吧，这府里里里外外我都翻新了一遍。你瞧这灯笼，都是从南边运来的最好的苏绸做的。小姐，您瞧这满院子的红，王爷瞧了定会知道咱们府里有多重视它。禀大人，武安侯和世子爷登门了。落雪在信里提过，老侯爷重伤一直反复，看来京里的御医也是束手无策了。奴婢瞧着他那样子，怕是再也上不了战场了。穆大人，当年都是我管教无方，养出这么个顽劣小子，今日我特地带他过来给你赔罪。穆师伯青离，请年知错，求他们原谅。青离到底是大姑娘了，长开了，也稳重了。听说你在洛阳外祖家时，那里的长辈对你极好，可洛阳那等地方真就比不得咱们京城繁华。你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如今回来了，他们定是舍不得你再远走他乡了吧？呵呵，穆大人，到底还是太师府的教养好啊！真是不知往后谁家有这等福气，能娶来这般好的姑娘啊！侯爷谬赞了，说起来，
老夫听说近日朝中关于边关的军饷调度一事闹得颇不痛快。侯爷虽然如今养病在家，但对这塞北的战局想必也有些见解吧？去给侯爷换盏新茶。朝事后有上创大字，也就5明日进京金制兵器。说到圣根，大禹继位同知，将把圣光立即没动。小公们必该有过珠玉，有分魔力量。穆太师，在下今日带犬子前来，其实是有个不情之请。哎呀，侯爷，既然是不情之求，那侯爷今天就不要说了吧。穆大人，景年他当年也是年纪小糊涂了，如今他是真的知道错了。说到底，有些事儿就让他过去吧。这人活一世，总得往前看。青离这孩子如今也到了18，要不把青离重新嫁给景年吧。穆大人，您放心，青离她才是我们武安侯府真正的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。至于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叶氏，这辈子都绝不会让她出现在青离面前。您瞧，这般诚意可还够了？你武安侯府当真是好算计，好大的脸面！我劝你们父子立刻收了这肮脏的心思。我穆家的女儿，就算她这辈子一辈子不嫁人，我太师府家也甘愿养她一辈子。我已经当众跪下道歉了，我也磕了头了。穆青离，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为了娶你，我甚至承诺给你个全京城最盛大的婚宴。为了你，我甚至不惜把婉婉送去偏远庄子自生自灭。你为何还要联合你父亲这般为难我们？你竟然！野狗打一棒子都知道跑，池景年，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，非要我把话说得明白？好一个世子爷，端的是世家公子的做派，如今这痴缠做作、纠缠不休的样子。穆大人，看来太师府的教养就是教导女儿当众殴打未来的夫婿啊！未来的夫婿，侯爷莫非是得了失心疯，在这儿做梦呢？好，既然令爱如此心高气傲，那往后便一辈子在这太师府里守着尽孝吧。本侯今天就在这儿放下话来，我武安侯府得不到的人，还有哪个活腻歪的野种敢娶？穆青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京城里谁敢跟我们武安侯府作对，本侯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。你不嫁我池景年，这天下谁敢娶你？在这京城，除了我，谁能护住你的名节？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圣旨到，圣旨到，穆大人领旨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师府嫡女穆青离端庄贤淑，惠内秀中，实为京中贵女之典范。特赐婚与福王李成昭结为秦晋之好，并于年底前成婚。望尔等同心同德，共携连理，钦此。臣女叩谢隆恩，万岁万万岁万万岁！福王，李成昭，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凭什么觉得我穆青离就要守着你给的那点残羹狼食，为你这种小人等待终老？世子爷倒是霸道的很，天底下的理难就都让你一个人占全了？那不同，我说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根本不会成为你我之间的阻碍。为了你，我愿意现在就回去写休书，只要你肯回来，这世子妃的位置永远是你的。可你竟然与福王有私，你这样做，你怎么对得起我这3年来对你的愧疚？你怎么对得起我这颗回心转意的心？你是要休妻还是贬妾？那是你武安侯府的家事，莫要拿到我面前来污了我的耳朵。池景年，你听清楚了，从你3年前当众羞辱的那刻起，我此生都不会再嫁给你。老夫方才好像听到有人在这儿大放厥词，哼，说我穆家的女儿没人敢娶。侯爷，您听清楚了吗？开春日后，武安侯府上下若是再见到小女，怕是都要恭恭敬敬地尊称一声福王妃了。父亲，父亲，你说话呀！你现在就去面圣，去求皇上。你有您的军功，去向陛下求一道圣旨。陛下肯定会看在您为国朝戎马一生的面子上，收回给福王的成命的。只要您肯求，陛下一定会把穆青离赐婚都给我。穆青离是我的未婚妻，她是我的，她只能嫁给我。武安侯世子真是好大的脸面，竟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本王的王妃。今日刚入京，便被皇兄留在那儿多续了些时辰。刚出宫，我就马不停蹄赶来了。福王，福王可知穆青离是在下的未婚妻？
哦，青礼是世子的未婚妻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婚书可在？那么定亲的信物可有？既然什么都没有，武安侯世子，你当众空口白牙就敢污蔑未来福王妃的清誉，你可知这是什么罪名？王爷息怒，都是犬子在这儿胡言乱语呢。我这就带这个逆子离开，对他严加管教，绝不敢再让这混账东西冲撞了王家。刚才在本王进门前，似乎隐约听到世子在喊什么，要请武安侯进宫，用军功去皇兄面前换一道赐婚圣旨。为了保住2个市井无赖，世子如今还想再用这所剩无几的军功去换圣旨。武安侯的军功怕是不够用了呢。走，给老夫滚回去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程昭啊，今日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老夫还真被那侯府缠得头疼。来，这杯酒，老夫敬你。岳父大人折煞小婿了。灵儿，瞧瞧，这王爷殿下虽然辈分高了点，可这性子是真没话说。程昭，老夫就这么一个女儿，3年前她受了苦，老夫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没护住她。岳父放心，只要程昭还有一口气在，断不会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我对她的心思，天地可见。真美，青离，本郡主见过的名门无数，却没一个能及得上你今日的万分之一。那福王真是有福气。那是自然，咱们小姐金尊玉贵，配福王殿下那是天作之合。您瞧瞧这10里红妆，从咱们太师府的家门口一直排到了福王府的街角，半个京城都给染红了。落雪，多谢你今日来陪我，若不是有你在这儿帮着张罗，我这心里还真有些空落落的。青离，你可知晓，今儿个你大婚，咱们这京城里有一处地方可是冷清的，连鬼都不愿意登门呢。你是说武安侯府？除了那儿还能有哪儿？今儿个全京城的达官显贵全往咱们太师府和福王府挤，连皇帝舅舅都送来了丰厚的贺礼。可那武安侯府呢？大门紧闭，连个送贺礼的下人影子都没瞧见。郡主，奴婢前日里听后街的王妈妈说，那武安侯府如今已经闹翻天了，说是那位新晋的世子妃怀了身孕。怀了身孕又如何？那迟景年现在简直像个疯子一样，整日里在府里砸东西，正忙着要休妻呢。他根本连看都不想多看那个孩子一眼，巴不得那叶婉屋现在就流产才好。朕念及武安侯一生戎马，为国朝立下汗马功劳，今伤势沉重，特开恩允许侯府日后不降等袭爵。然侯爷伤重避位，麾下3军军权自即日起4处交还兵部收回，以安边防。钦此。不降等袭侯，可是没了军权，我这个世子还算什么世子？呸！以前敬他是世子，如今武安侯府没了军权，老侯爷又快死了，他迟景年还算个屁！管家的，把这几年的旧账结一下，别以为你们还是以前的侯府，如今没钱没势，少拿侯门的名头来压我们，赶紧还钱！这群见风使舵的狗东西！叶婉婉，你这个贱妇！我今日非要写了这休书不可，我死都不会要你的孩子！世子爷，这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怎么能这般狠心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住手！你这个逆子，你想废了我们迟家的香火吗？父亲，这等粗鄙女子生出来的孩子，只会败坏我们侯府的门风。闭嘴！她肚子里怀着的是我们迟家名正言顺的血脉，老夫如今废了你，若是再连个后代都没有，武安侯府就彻底完了。你敢休讨夫，现在就去求陛下废了你这个世子！迟景年，你个没良心的王八蛋！俺们婉婉怀了你们家种，你竟然还想着要休妻！就是，你
你娶了俺叶家的闺女，你今天不给俺们叶家再拿3000两银子安家，俺们今天就死在这儿。本世子给过你们机会，既然你们两个自己找死，那今天就别想站着走出去。来人，给我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是。世子，住手啊！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啊！求求你放过他们吧！滚开！你这个贱人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持家的后啊！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武安侯持封，为国戎马，忠心可嘉。然其子迟景年行止乖张，殴打家眷，致使子嗣无存，老臣气急暴毙。朕特此收回武侯爵位，收回御赐府邸，贬迟景年为白衣庶人，逐出京城，永不续用。钦此。程昭，李儿这性子，到了洛阳，你可得多担待些。夫人，你就少操点心吧。周老岳父那是何等精明的人，还能让咱们梨儿受了委屈？程昭，洛阳水土养人，你们这次回去也别光顾着游山玩耍，老夫和你母后可都等着抱外孙呢。爹，您这胡说什么呢？岳父岳母放心，程昭定不负所托。好了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早些动身，免得错过了素头。青莲，青莲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求你看在当年的情分上，别走。怎么，还是有些不舍？没有，只是觉得这雪落下的声音真好听。母妃昨日又来催了，说洛阳的鲈鱼正肥，她已经亲自盯着后厨备下了你最爱吃的鲈鱼镜，说若是咱们回去晚了，鱼不鲜了，定要拿我试问。那咱们得快些了，我确实也有些馋云太妃亲手酿的梅子酒了。好，咱们回家。